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7.75，收盘价是263.6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8.94，最低价是在257.65。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22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短期上行走势在减弱。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突破中。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同时也站上了前高，也就是10月5日这根 K 线最高263.60。并且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那这些信息表明股价是要继续上涨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是留有长长的上影线，那说明上方目前已经出现了卖压。那对于之后的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继续进入呢，那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或者说是下行的。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在268。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50。当然，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那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小幅的上涨，收盘价会在262附近。实际在10月10日收盘价是在263.62。那这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也就是这个小幅的上涨呢，点位上收盘价点位上相差不大。走势呢也是基本相同，但是呢它们的性质不同，也就是我们预测的收盘价是不超过前高，也就是10月5日的最高，而实际的收盘价是不仅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也站上了前高。那并且再次出现头高，然后下方是成交量增，所以呢我们刚刚从 K 线解读，也是这些信息都代表是股价要继续上涨的信号。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对于10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69，也就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最高。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目标，目前收盘价已经站上了第一个目标，我们把它上移。269。好，那股价要站上第一个目标的目的，就是要再次出现头高，然后因为收盘价站上前高，股价会继续上攻，所以这是股价我们把它设为第一个目标的原因。好，那第一个目标如果实现，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我们会看到就是上方的279，这是9月15日的前高，站上这个位置，那说明这一波回档成功，那股价将会继续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这是
第二个目标。那它一旦被站上呢，接下来就是299.29，也就是300关口。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那么股价在上行要实现这3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这条趋势线和之后每个交易日 K 线的焦点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强压力不代表是不能够突破，而是说明它是重要的标志。我们之前会看到股价曾2度遇到这条趋势线而出现了反转向下。那我们会看看，在近期股价是否能够突破这条趋势线。对于10月11日来讲，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是在273附近。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说明。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目前目标我们要设在10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因为目前我们看到股价出现了新高，并且收盘价站上前高，那么10月6日这根 K 线最低，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这是前低。那股价如果出现回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好，这是第一个目标，在250附近。那第二个目标是242，我们变换一下颜色。242只是一个支撑位，那股价一旦跌破250，它真正的目标是234。那跌破234就是要重新恢复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这样一来，上方有头头低，下方还差一个低底低。对，好，那当然，如果它被跌破之后呢，是下方还有一个就是212。那当然我们会看到下方的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如果一旦出现回档，这个趋势线将是支撑。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说明。我们再来看看10月11日当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60，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中线。那在10月11日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上沿。那因为上方我们会看到，虽然目前是收盘价站上前高，成交量增，股价会继续上行，但是这个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卖压的。那这样一来，我们说股价在10月11日盘中如果能够在264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也就是说一定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是很容易收高的。但是如果在264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所以这是我们关注264这个位置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9月29日收盘价250和10月4日收盘价261，在这个地方是10%，之前是5%。建仓和加仓，那一共是有15%的仓位。成本位是在257，对，那我们的获利目标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是从264一直到上方的273，对，那么在10月10日我们会看到股价最高是到达了268这个附近，那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这个仓位是依然持有的，并且我们给的止损位是250，股价也没有跌破它。那这样一来，如果没有获利出场，这个仓位再继续持有，那到了10月10日
我们在这个收盘价263.62这个地方，在技术上我们依然会给出10%的加仓。那这样一来，一共是有25%的仓位，成本价我们测算是在260附近。那么这个仓位的获利目标依然是从264到上方的273，在这个区间这都是我们的获利目标。那么这个仓位在10月11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我们依然守250，也就是守10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股价收盘价跌破它，要即刻止损出场。好，这是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如果说我们在10月10日盘中在高位有获利出场，或者之前一直没有进场，一直是空仓的状态，那在10月10日在技术上我们是可以5%进场做多的。那成本应该目前是在263或者264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5%进场，到了10月11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或者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57附近。股价一旦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对于这5%的仓位来说，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对于空头，目前我们说在开盘之后，从264一直到上方的273，甚至一直到279，这一直都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他们的目标是250和下方的234。那上方，比如说在270附近，273和279，这都是空头的回补位，也就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上方269前高，第二个是273，第三个是279。那第四个压力位我们再给出，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是从281一直到289。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60到263，在这个区间内。那么第二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255一直到257，在这个区间内。第三个支撑是250，第四个支撑是24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那么我们给出10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今天依然给出2个可能，然后第一个可能我们依然会给出2个方向。那第一个，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攻，如果是继续上攻，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4，上方最高会到达274.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73.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攻。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是反转向下，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5，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5，在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会收在256.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跌或者叫反转向下，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那如果股价既不出现继续上攻，也没有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平盘，对，也就是依然收盘在263附近。如果是这样，它将是小幅的是低开盘，然后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67，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61，然后收盘会收在263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